Hello， 大家好，我是静。今天的影片，我想和大家来分享2则又是和中国游客相关的新加坡本地的新闻。那这第一则呢，又再一次的证明了我之前对中国游客普遍的一个评价，那就是故意的去以身试法，非常的脑残。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一则相关的影片。众所周知，新加坡地铁禁止喝水，但是今天我们就来挑战一下地铁喝水。事实证明，新加坡地铁随便喝水。以上这一名年轻的来自于中国的游客呢，他在影片的一开始就已经说了，众所周知，新加坡的地铁是不可以喝水的。那他把他这个违法乱纪的行为呢，当做一次挑战。他说他要挑战在新加坡的地铁喝水，而且还特别愚蠢、特别脑残的自己拍下了犯罪记录，把它发到了社交媒体上，通过这样的违法乱纪、知法犯法、明知故犯的方式去哗众取宠，博得关注。我不知道他做这个事情的动机和初衷是什么，但是我通过他的影片看得出来，他觉得是一件特别有趣、特别好玩的事情，甚至把这个违法的行为当作是一种挑战。他觉得他要来挑战一下新加坡的法律，来以身试法一下。可是呢，他太轻视新加坡的法律了。他上了地铁之后，还专程的跑到那个喝水罚500、抽烟罚1000的标识旁边去喝水，还故意把那个提醒的标识也拍进去，可见这个人是多么的狂妄啊！就是他明明知道这个是不可以的，他明明知道这边已经有明文规定，有一个标识告诉你喝水会罚500的，他完全是把这个法律当作儿戏一样来戏弄，还把它拍下来。那最终呢，他也是如偿所愿的博得了许多的关注，尤其是新加坡公民的关注。那新加坡公民一看之后，这个中国游客真胆大包天呢，明知故犯，明明知道地铁上是不可以喝水、不可以吃东西的，他还专门跑到这个标识那边去挑战我们的法律。这样的行为是绝对不可以允许的，是藐视我们新加坡的法律啊！那有很多新加坡人就去举报给这个地铁公司，地铁公司收到举报之后，也迅速的做出了行动，就是去报警啊。那这个事件一爆发之后呢，我看到有很多的网友也站出来说质疑新加坡的法律，说新加坡的法律是太不近人情了，管得太宽了啊，在地铁上喝一个水是一个很小的事情，说大家只是口渴了，喝一点水不应该如此的严苛啊。其实呢在地铁上不可以喝东西啊，水这个东西呢，就是普通的矿泉水，其实它是属于一个灰色地带的。那因为我经常也会在新加坡的地铁上看到有一些新加坡本地人，可能是他有一点喉咙不舒服的时候，他口干的时候，他实在是忍不住了，他也会把水瓶拿出来快速的喝一口啊。以上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是可以接受的。新加坡的法律也并不是一刀切、毫不近人情的啊。但是呢，此名中国游客呢，他是故意的去挑战新加坡的法律，他专门跑到那个喝水罚500的那个标识那边去喝，就是说，你看，你说要罚500，你说不可以喝水，我就偏要喝给你看，我看你敢不敢罚我。他就是一个这样的心态啊，就是说他并不是说他很需要去喝这个水，或者是他身体的不适他就是为了去明目张胆的去挑战新加坡的法律啊。那所以说呢，这样的人呢是一定要罚的，一定要狠狠的罚的，因为你不罚的话，那以后有更多的这样的以身试法的人，就是把这种触犯法律、违法乱纪的事情当作
挑战当做一个有趣的事情来新加坡制造这样的乱象，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纵容的啊！因此，我相信新加坡的警方和法院一定会做出相应的判决，去杀鸡儆猴，杜绝有这样的以身试法的中国游客继续去做这样脑残的行径啊！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那除了大量的批评这一名中国游客的违法行为的网友之外呢，我看到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网友，他不太了解说为什么新加坡的法律会明文规定在地铁上和巴士上，就一切的公共交通工具上不可以喝水，不可以吃东西啊。那很多人是觉得好奇说，喝一点水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为什么不让喝水？和这个吃东西还不一样。那吃东西那可能你会把地铁上弄到很肮脏，或者是它那个食物有许多的味道会影响到其他乘客。那有许多的人呢是发起了质疑，说为什么连喝矿泉水都不可以啊？那其实呢，是因为涉及到一个公共场所的一个安静卫生的问题，特别是在地铁和巴士上啊。那如果说大家都在地铁上去喝东西、去吃东西的话，那地铁就会变得非常的脏、非常的乱，也会影响新加坡整个国家的干净和整齐的程度啊。还有再来就是呢，它这个饮料这个东西呢是很容易洒到地上的嘛。那如果说大家都可以在地铁上喝饮料的话，万一你把饮料洒在地上了，那因此呢可能会增加其他乘客，尤其是老人家和小孩子，他们在经过的时候会滑倒的一个风险啊。那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的法律明文规定是不可以在地铁上吃喝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那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整个国家干净整洁的程度会如此之高，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些细枝末节当中，就是特别的注重细节，让全体国民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其实呢，我以前也看过有很多的外国的游客，他们第一次来新加坡，偶尔我会看到他们在地铁上吃东西或者是喝水，很多的热心的新加坡公民，他们都会善意的去提醒不知道这一条法律法规的外国游客。那一般的人在听到我们的提醒之后，他都会说 OK I'm sorry I didn't know it， 然后他就不会再继续喝下去了他也不会因为这一个无心之过而面临500块钱的罚款。但是影片当中的中国的游客，他是明知故犯，他是知道的，他是一定要去挑战的那所以说呢，我觉得他是一定要被罚500块钱的。他这一口水呢也是非常的贵那我相信呢，他应该也是准备好了500块的罚金才去做这个脑残的事情那我们就一起来拭目以待，新加坡的警方和法院会不会罚他500块，会不会给他一个警告，或者是永久限制入境新加坡，我们都不得而知，一起来拭目以待他最终的判决。以上是这个脑残的中国游客跑到新加坡来以身试法的这个喝水的事件那下面呢，还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另外的4个中国游客这一次呢是专门搭了飞机从中国跑到新加坡，又是来作案。那这一次的作案呢是叫做祈福诈骗，它是专门针对这些新加坡的老人家乐龄人士他就是说他让你把你身上的金饰拿下来，然后他帮你祈福，然后祈了福之后呢，他就把你的东西给调包了那这个案件当中呢是有4个人，其中呢有3名是女性，1名男性是专门搭着飞机跑到新加坡来作案那骗了2名妇女其中1名呢是骗了700元的现金和1条金项链。他们的借口是说呢，让此名妇女把她的财物交出来接受加持，也就是祈福消灾的一个理由然后呢，他回到家之后才发现里面的现金和金项链就变成了一包的树叶那很快了，此名妇女也报警了。那这个犯罪团伙呢，也迅速的被新加坡的警方给抓获了。然后在9月17日的时候，他们被新加坡的法院判刑坐牢24周真的是大快人心，判了24周。你看
啊，就是有大量的中国游客，就是通过旅行签证的方式来到新加坡作案，这个已经是许多案例当中的一个了。就是在过去的1年多以来，各种五花八门的中国游客来搞诈骗啊、乞讨啊，就是各种理由的东西，就是层出不穷。我都已经报了很多啊。那可能有许多观众朋友一听到这里会觉得纳闷，说为什么新加坡的妇女会这么的单纯好骗？为什么会有把自己的贵重物品交给陌生人去祈福消灾啊？其实呢，它这个是和新加坡的整体的社会的氛围和文化相关的。那首先就是呢，新加坡的社会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度是非常非常之高的。那新加坡嘛，因为是一个特别安全的地方啊，就是很少有人会去骗其他人嘛啊，就是新加坡本地的人是不太会去做这样的事情的啊。那因此呢，在一个这样的安全的社会环境当中，人与人之间的防备心也是非常之低的啊。还有就是呢，新加坡人大部分都是有信仰的，他们有的是道教，有的是信佛教的，还有各种的基督徒之类的啊。那所以说呢，我觉得被骗的妇女应该是信佛教的，那诈骗集团呢，应该是在新加坡的各大寺庙去寻找他们的诈骗对象啊，是非常容易得手的。那因此呢，我也是想提醒一下广大的新加坡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是乐龄人士，如果说你在寺庙的附近或者各个公众场所有中国口音的人成群结伴的向你套近乎去跟你搭话的话，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警惕了，10有8九就一定是搞诈骗的，大家一定要避而远之啊，保护好自己的财产。新加坡人呢，真的是还是没有经历过太多这种社会的毒打和这种复杂的环境啊，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啊。那我希望看到我这期影片的观众朋友呢，大家都小心谨慎，不要被这种低劣的诈骗方式给蒙蔽了双眼。OK， 好了，以上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